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武器在新版本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的一个测试。因为现在是赛季的前一天嘛，然后所以大家都有一天的装备的测试的空间时间在里面。然后这里面我们看一下啊，首先左下角的话可以看到有新装备。然后鞋子的话，他选择做了这个攻速鞋。然后地图的改动的话，其实地图也是有改动啊，不过改动的话还好，并不是说很大。我们看一下新装备黄昏与黎明这件装备的话，其实对武器啊，或者说比较吃平 A 伤害的一些 AP 混伤的英雄啊，还是很不错的。它提供350的最大生命值和25的攻速，所以吃攻速的像皎月或者说艾克啊这些就很不错，而且有法强70点的法强，20的技能级数。然后它的效果就是强化下就是平 A， 跟巫妖之握一样。巫妖之握的话是删除没有被删除，没有，我还以为被删除了呢。这个装备的效果跟巫妖之握差距就在于它有攻速法强虽然说没有那么高，所以对这些武器这种需要攻速的英雄来说就很舒服。然后就是主动装备的话现在是附魔装备是全面移除掉了嘛，然后给到了这个主动装备，所以现在的金身是一个大件来的。然后它这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黄昏与黎明的装备效果，它的装备技能有个叫做骤刃，它这个3项啊，或者说反正是只要根据需要耀光这个出装的话，它这个装备的话就是升级的话，耀光的升级的那个剑的话，它这就是只能出一个啊。就算你出多的话，就算假设它没有说你只能出一个的话，你也是会导致这个装备效果重叠，只能触发一个的。然后你出完以后，它就是不能出3项，就你出了这个新装备以后，你是不能做3项的。相当于说，如果说你第一件是选择做3项也可以，或者选择做这个也可以。但这边的话，因为是新版本嘛，所以挑出来新装备给大家看。然后攻速鞋3级的攻速鞋啊。我看一下2级攻速鞋的话，现在是又把它提回来了，30%的攻速和45的移速，每次攻击的话会回复10点生命值，这个其实还是蛮不错的，起码把这个调回来了。但有点价格提升了，从之前的900金币现在变成了1200。然后后续的话，你做了这个攻速的鞋子以后啊，这个3级攻速鞋有50%的攻速，还有5%的物理吸血，移速的话就没有再提升了。然后你近战的话，命中敌方英雄的时候可以获得15%的移速，远程英雄的话就获得12%的移速，然后平 A 的话会回复12点的生命值。其实整体来说还不错。3级鞋子的话其实目前来说还是不能去判断说在这个版本是不是很不错，但有新装备玩，有新的东西让大家去体验，这是一件好事情啊。首先一个点，这样的话热度首先会上来一些，然后其他就没有了。就破败的话，武器就算之前版本的武器还是要做它的，因为要吸血嘛，而且全能吸血的话，对武器来说又有攻速又有100%伤害，
又能有一定的容错啊，是吧？爆发也有，所以很适合武器武器这个英雄。后续装备后面2件的话，第3件就是做金身，但金身的话，40的护甲，这里的话没有排到那个野呢。他想，因为他带了那个僵尸守卫，打野带僵尸守卫的话，确实是比较好叠。毕竟他可以去玩中路，去上路，去玩上路，去下路，带个扫描或者说带个金身就可，那个带个针眼就挺不错的。说实话，这新装备伤害有点变态哈。刚刚如果 QCD 快一点的话，还真可以。不过这边首先是4-0，这里的话打先锋一个 W600的血量，这个武器打野，只要稍微能解决一下这个武器的坦度问题的话，就是它那个最后一件，如果说你不是说这怎么说呢？最后一件或者说死亡之舞不买，或者换一些肉装也是可以。就最后2件你去自己去做调整。其实它前3件伤害是非常高，我觉得已经够了，攻速也够。最后2件呢，就看你要怎么去其实把这个武器的坦度稍微抬上来一些的话，它的那个战斗力我感觉会很变态。这个伤害我天！再跳回来，完了一个闪现晕，一个 WA， 一个 W 都多少血了？打了这个爆发伤害，我看了直接就200多，接近300的一个伤害啊！但为什么他这里只有300的赏金呢？确实哦，他击杀了贾克斯。这个的话，你看没有？他做了这件新装备以后，他现在是不允许跟巫妖一起出的哈。像3项也是不可以，反正跟这个耀光，只要根据这个耀光是升级的后续装备，只要你选择了其中一件以后，你另外的就是不能选择了。后续如果说你觉得你的手法已经够厉害，是吧？你也可以不追求坦度，甚至第4件你可以做羊刀，让攻速提上来，敲人的速度敲得更快。但其实你做 AP 装备的话，主要还是靠 W 技能的一个 CD， 是吧？打更高的那个爆发。这里的话叠了4层的僵尸守卫了，就差最后1层。跳过来，我天！这里的话，说实话，这版本有个情况就是 AP 英雄肯定是在版本初期的前半个月吧，或者说前1个月。肯定是要吃到红利的，因为之前版本是什么呢？之前版本是 AD 英雄，无论是射手还是 AD 的那个战士，都是就是吃到了红利。
但是反倒是上个大版本里面 AP 装备并不是很理想嘛，对吧？这里小的一个护臂给做出来，然后这个时候等一手3级鞋子，不过说实话，我录了它3个小时，然后它主要是玩剑魔和9桶上路的，它不是那种打野的这种绝活哥啊，但它是属于上单的。然后他这把一直在输，然后他这一局我只录了他就是录了3个小时，就只有这一局。这里面的话失误了，很明显的失误了，就是他是想卡在技能给出来那一下的时候，金身规避伤害，你知道吗？很多人金身是这样子的，吃完伤害才摁金身，这是错误的。金身用的最好的情况就是把对面技能骗出来那一下金身，然后规避伤害，然后他后续金身结束以后，他没有后续伤害，然后再去逃，知道吧？其实你做了一件金身的话，那个护甲肯定就是够了的。后续的话，建议就是补一些魔抗，或者说女妖面纱也是可以的啊。但他这局最后还是选择做了这个死亡之舞，因为都是在测试，所以没有说很完美的一个出装思路。但他前3件的出装思路，我觉得已经很离谱了。你金身加面纱，那个女妖面纱，说实话已经很变态了。但这样 AP 伤害会不会太高了？因为面纱的话不提供攻速，就是要是有那种有魔法抗性又有一点攻速的装备的话，对武器来说就很舒服了。那攻速自然多益善，你知道吧？它35%加上25%，或者说就是那种有血量，有点技能级数，也不错了，就跟3项差不多。其实就是要找一件比较接近3项的那种，不一定是跟3项的那个技能属性一样，但是要跟3项的那个词条全面性一点。其实做这个峡谷制造者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反正技能级数或者那个血量，然后再来一点点的魔法抗性或者怎样子都可以。金身的物抗其实对于武器来说就完全够用了，40点的护甲。你身为打野，其实你没必要说去扛伤害开团什么的，这种开团的任务一般是交给上路或者说辅助。就是你玩游戏啊，你首先一个点啊，他虽然说是上单的那种玩剑魔、玩9桶的但是版本告诉你是吧，哪个从上分容易。但虽然说这样子并不是很好但想要上分、喜欢上分的，就是想赢的，比较喜欢这种体验，就是说学习完英雄以后能很轻松的体验上分快乐的那就要去学会顺应版本。哇，这 W 伤害，一技能一开，Q 和平呢就等于没伤害，你知道吗？然后这边伤害爆发的话，又还是武器自己更高。其实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伤害操作的话，没有说体现的很厉害，但是，但也已经很变态了。说实话，我觉得这伤害已经很爆炸了。
这里在纠结要出什么装备，最后还是选择做了死亡之舞。因为死亡之舞的话有个好处就是容错够高。其实你做了死亡之舞，最后一件如果对面法术伤害真的还是太高的话，也是可以做那个自然之力。所以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像这种混伤的这种近战英雄啊，或者说是攻速的英雄，就是打混伤的话，在这版本就是单纯的来到了一个红利时期。但也还有一些不一定完全就是说啊，混伤才是啊能吃到红的呀，不是哈。但也有一些，这里跳上来以后，你就发现这里 AP 伤害的话，他那个 E 技能伤害也好高啊。金身还好救下来了，这就是数值嘛。吸血鬼到这个时间点伤害也是上来了。其实做重伤克制限制对方吸血鬼是可以的一个选择，因为能保证让他是吧抓他的时候他血量吸不上来。不要给他抢龙的机会，先把人赶走，然后把龙拿到。他的这种思路就很清晰，这样是对的。还要把这个小书给卖掉。死亡之舞的话，其实可以换掉，补一点魔抗，或者说补一些血量，就是把这个死亡之舞跳上来，大刀一开，黑刀死，然后推塔就完事儿了。金身再规避一波伤害先，E技能一开。眼里面只有对胜利的渴望，那些，知道吗？前面的我看他玩剑魔和酒桶啊，多难受啊！然后只要玩一把武器都感觉很开心啊。那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欢迎大家的收看，拜拜。